大家好，又到了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Sunny。特斯拉这股票看着都不像是造车的，是做火箭的吧？我在年底专题节目中预测2021年特斯拉要涨到800到1000，结果1个礼拜就到目标价了，搞得本业余分析师是手忙脚乱。这么暴拉，你一定在想，什么时候抛呢？早知道去年满仓特斯拉了。如果跌下来，那又该怎么办？作为一只10倍的股，我只赚到其中的2倍，就是瞎折腾导致的结果。今天的节目分3段，先说一下大盘，然后再说我的账户布局，最后说特斯拉和长短线的优缺点。走过路过点个赞，订阅阳光财经，你就不会错过大牛股。最近我妈开微信视频就冲我喊，没4000万别出门，没4000万别出门。我说我有4000万，我还出门干嘛？我天天在家数钱呀。最后我妈气得把微信挂断了。我想来想去，总算想明白了，不是没4000万别出门，而是没事儿千万别出门啊。不出门就没有就业。果不其然，美国的就业数据出来了，大非农数据不理想，大盘却不为所动，很快就摆脱了经济基本面的阴霾。周三小非农我们已经知道新增就业变成负的，也就是说12月份是失业的更多，经济基本面不太乐观。ADP 小非农本来就是大非农的预测，今天非农数据出来了，季调后的就业新增是负的14万，预测是增加5万的就业，这样的话结果大大低于预期。这是去年5月以来第一次由新增就业变成了新增失业。非农数据深刻影响盘面，但这次影响却非常的有限，主要是周三 ADP 出来之后，大家对周五的非农大概预期不怎么样，虽然结果确实不理想，但市场也已经接受了失业率提高的事实，所以这次的非农没有对盘面造成太大的杀伤力。就业下降之后还会有一定的惯性，延续月度新增就业的下降，这反过来又要逼政府落实宽松政策发纾困金和贷款进行救济。拜登上台之后，经济刺激还将药不能停，有钱发钱，没钱就印钱。市场认为就业下降是暂时的，这次可能是节日叠加疫情的原因。随着疫苗注射的推进，经济重启如隧道尽头的一缕曙光，这就是为什么大盘并没有被不佳的就业数据吓倒的原因。就是在这样的预期背景下，纳斯达克指数强势创新高。我一直在鼓吹一件事情，就是创新高继续看涨，不要恐高，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嘛。股价创新高追涨，比股价腰斩来去抄底，成功概率要大多了。涨就持仓不动，跌呢就加仓上车。标普也创新高，特斯拉这次有所贡献。在强势上涨时，调整不破5日线，就不要在盘中瞎折腾。道指也是一样，3大指数全部上升趋势，强势不言顶，顺势看涨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去随便主观猜顶一般人做不到精准猜顶的，2班人也做不到。接下来看一下我的账户情况。今天账户整体小幅盈利2500，账户涨到了41万以上。其实账户昨天就已经上了40万了，我这个账户是与富途合作之后才开户的。富途给阳光财经的观众提供了入金送4股股票的福利，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找到领取福利的链接。这个账户开户3个多月，已经赚了10万美金了。昨天没有做节目，但是账户大涨了，整个账户大回血。昨天大赚主要是英伟达，今天呢则是特斯拉攻城略地。总的来看，成也英伟达，败也英伟达，这就是重仓的特点。不喜欢风险的人一定要分散投资了，不要像我一样重注下一只股票。但话说回来，下重注有时候它有好处，就是万一让你蒙对了，比如重注到了特斯拉，那这1年下来绝对一战成名了。个股集中度过高是目前的一大风险点，这可能会让我在大盘上涨时因为个股表现横盘而失去跑赢大盘的机会。
也有可能是在大盘下跌时，因为一只个股的破位而造成损失惨重的结果。有观众在评论区说，显卡缺货是产能不足导致，产能不足，英伟达上500就要跑，显卡买不到，黄牛赚到爆，厂家并没有暴利。是的，这是没错的。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茅台，也是产能不足啊，出厂价和零售价差了2倍，黄牛赚到爆，茅台一路飙升。不过股市很神奇，并不是说你道理懂了就能够赚钱的，有时候还需要一点运气。如果理论功底深就能够投资成功，那大学金融系的博士生导师不是更能赚钱吗？何必教书呢？所以大家不要对 YouTuber 有太高的要求，赚钱了固然是好事，赔钱了也不要太在意，我们就是纯粹的聊天谈股论金。我的第2大重仓股是台积电，将在下周14号盘前披露财报。Earning Whisper 预计它的利润季度增速达到 26%， 营收季度增速是 24.1%， 短中长期的股价趋势都是按上升趋势来评级。有人说显卡缺货，利好台积电而不是英伟达，那可以呀，反正我都有。台积电目前已经有 38% 的盈利，这支开仓时我也通知过大家了。按照1月必买3只股节目中的承诺，1月份我不会卖出台积电，所以我也不会去赌财报。第3个重仓股是特斯拉，大幅获利了。特斯拉很有意思，这个我后面再展开来讲。剩下的3只股票就讲一个 B 站，开仓没几天，目前已经有 38% 的浮动盈利，赚钱太快，感谢这一届 Z 世代小观众把 B 站捧上天了。一个10几岁观众为主的 B 站平台，股价一路飞涨，看好的理由有很多，目前策略就是持有不动。期权方面有几只要归零到期了，苹果的期权、英伟达的 Cover Call 都要无价值的过期，这些都是实赚的，这些小钱赚进来就是用来支付融资利息的。有几个眼尖的观众看到了我的账户有融资，一个月要付900块的利息，说是不值得。实际上我一直在做一些低概率的期权，让他们来为我创造权利金来支付融资的利息。然后有一个期权栽了，必须要接货了，这就是 Fubo。Fubo 有一些限售股解禁，大概是327万股，这只股票威风不再，暂时看不到反弹的迹象。我因为卖了一些看跌期权，今天到期会被行权，周一股票就会硬塞给我。期权的行权会让我在35元买入 Fubo， 当时我收到权利金是3块7毛5，所以我实际买到 Fubo 的股票成本价将是31块2毛5。我会被指派的这400股合计支出 1.2 万左右， 31.25 的成本现在看还是有亏损的，所以接下来我会卖出 Cover Call 来自救，尽量降低持仓成本。卖出的这4张 Call 收进来 1.32， 这样的话持股成本就下降到30元以下，只要小许反弹就能够解套。通过卖出 Cover Call 降低持仓成本是个好办法哦，但同时也放弃了股票上涨的潜在收益。这笔操作猛如虎，实际上就是想解套走人而已。我的节目第一次推荐特斯拉是在2020年的7月，当时一股是800，时过半年，这只股又来到800以上，大有攻占1000大关的势头。但是呢，这个是1股拆5股之后回到原价，相当于复权涨了5倍呀。短短1年时间，特斯拉从几百亿市值上涨到了8000亿市值，成为美股第5大上市公司。特斯拉新年以来暴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入标普以后，大量筹码被锁定。看到12月18日特斯拉放出巨大的成交量，往前看没有这么大的量，往后看也没有这么大的量。当天的换手率达到了 32%， 成交量是最骗不了人的指标，一买一卖才产生一个成交，成交记录反映到这个成交量柱状图上，每一笔成交都是真金白银。如果说 K 线图就是用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画出来的，每天制造这4个价格就可以画出主力想要的 K 线图，那么
成交量却需要完全真实的交易和完全真实的资金，造假成本非常高。12月18日放出巨量，是因为当天特斯拉进入标普指数，被动基金要配置股票，而所谓的被动基金就是指数调进来一只股票就买进，调出去一只股票就卖出。12月18日他们买了这么多筹码，只要标普没有把特斯拉踢出去，他们就不会卖出股票。这么多筹码被 ETF 大量锁定，市场上的流通股变少，股票的供给和资金的买入需求就是股票的供需，供不应求就上涨，流通盘少了，热钱还不断涌入，因此特斯拉大涨特涨。一般在股价最后疯狂的时候，空头要被全歼，因为古谚说空头不死，多头不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空头就是买股票下跌的人，股票跌了他赚钱，股票涨了他得赔钱。他们也是下了注，花了钱，摆在桌面上和各位股东对赌的。在股市里，没有永远的多头，也没有永远的空头。空头借股票来卖出，等股票下跌再买回来还给券商，他们是先卖后买的操作。如果股价大涨，他们损失惨重，就会受不了，而他们是欠券商股票的人，他们受不了了，要还券，那就得从市场上买股票。请注意，空头在关闭空头部位的时候是要买股票来平仓，买入股票就是多头了，所以现在是空头，一会儿平仓那就变成了多头。空头平仓会带来大量买入股票的交易，从而推动股票疯涨。连 RBC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空头分析师都投降，承认这一年完全看错了特斯拉，不应该做空股票。那这说明空头正在死掉。那么空头死掉就是买股票的操作，空头死光了就不会再买股票，买入股票，股票上涨，空头不买股票了，多头行情就容易结束。这就是空头不死，多头不止的本意。这一波极有可能是穷途末路的空头在买入股票平仓，有时他们是不得已，因为他们亏太多，爆仓了，欠的钱比本金还多，那券商就自动帮他们买入股票来平仓。所以在行情的末期，上涨速度是非常疯狂的，因为空头被强制平仓是不看价位的，直接干掉。券商电脑自动触发的，才不管现在是高点还是低点呢。卖空数据走势图看到未平仓的空头比例越来越少，这条蓝色实线就是卖空比例，而未平仓股数在去年的下半年变得很多，是因为拆股，数字乘以了5，看柱状图不准，那要看卖空比例。我们看比例就知道，卖空的力量是越来越小了。截止统计到的数据，卖空比例在 4.77% 左右，空头越来越少，空头死光光，那暴涨就会结束，但并不一定是暴跌的开始。当特斯拉再次来到1000关前，这个整数价位将给股价重要的压力，原因就是这一波是从500左右涨上来的，中间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到了1000关前就是上涨翻倍，气喘吁吁了。1000元就是特斯拉的重要阻力，到时会有巨震。另一个原因是特斯拉的盘子越来越重，会在股价达到1055元左右，达到1万亿的市值。1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放眼望去没几家的，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特斯拉上了万亿俱乐部之后，就像飞机呀，进了平流层，再往上就去太空了。对于神股特斯拉，暴涨就坐稳，暴跌就补仓，短线注意风险，长线移民火星吧。所以1055美元的特斯拉，1万亿美金的市值，那是一定会到的。暴涨盛宴，这种机会所剩不多了，吃一顿少一顿了。马斯克当了首富，我们也想当首富，那就当大学宿舍的首富吧。经过多年的积累，炒房的炒房，炒股的炒股，他们身家也不低了。要当首富，还得努力加油，满仓杠杆搏一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点赞、订阅、分享、评论，一气呵成。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